小公子，叶大人，在您的指导下，我们赛贵妃会所推出了最新的套餐——梦回丝路。今夜9位丝绸之路上的绝色佳人会带您重新踏上那古老的丝绸商道，还请叶大人细细体验后提出建议。好，等我给皇上写完这封述职奏折，便下去好好批判一番。明日一早，行，我再告诉你这套餐该如何改进。是，那奴家先退下了。大人，可以开始了。好，按我说的写。雁门县县令叶青，上任3载，揽政代政，奢靡享乐，令境内民心涣散，愧对圣恩，愿陛下降罪。大人，不可啊！这奏折若是如此呈报上去，陛下震怒，轻则革职查办，重则那可是流放千里的呀！你说什么？大人，给陛下的奏折断然不能如此写呀！你会身败名裂，前程尽毁的。你说的对，确实不该这样写，那便再写一封了。大人小心！这怎么可能？你不是贪官吗？怎么会武功？又是北原来的碟子吗？回去告诉你们齐王殿下，谁说贪官不能会武啊？大人，你没事吧？你们特工大队干什么吃的？怎么会让北原的碟子混入了本官的会所里？这个月的绩效没了，还不退下！别向本官坏话！滚！滚滚滚！带走。是。接着奏乐，接着舞。过来。师爷，按我说的，重新写一封。大人请讲。雁门县县令叶青。为官3载，上负皇恩，下馈黎民，私造豪宅，贪淫百万，跻身商道，经营青楼，自愧罪孽深重，愿陛下降旨斩首。陛下息怒了！反了！一个小小的知县，竟敢写如此大逆不道的奏折，想寻死是吧？好，这就随了你的愿。来人！陛下，老乡，你即刻前往雁门县，传朕的旨意，赐那叶青凌迟处死。臣领旨。皇后驾到！重八，怎么了？何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奏折在地上，你自己看便是。气死了！老子活了大半辈子，寻死的人我见过，但是没见过把脑袋放在老子刀子底下，想干什么？试试老子的刀快不快？是不是？重八，这奏折有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啊？你不在自己的坤宁宫待着，你跑到御书房来捣什么乱呢？退下！你说什么你？轻点！啊！
怎么跟我说话？轻点儿呀！你干什么？这是御书房，不是坤宁宫，别闹！这奏折我看着就来气。你直接说，有什么问题？重八，你想想，朝廷一年税收不过几百万两，那个雁门县是边关穷苦之地，这叶青有多大的本事，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贪没百万赃银？就算是江南富庶之地，也断然做不到啊！你的意思是，他写这个奏折寻死是假，而是另有隐情，为了直达天听，引起朕的注意，对不对？他要是不这么写的话，这奏折能送到你面前吗？早就被中书省宰相胡惟庸给扣下了。至于这雁门县令究竟有何隐情要报，你还是先派人去调查一下，再做决定好，免得误杀忠良。对，妹子，我觉得你说的对，咱听妹子的。咱现在就派人去雁门县查查这个县令，看看到底是忠良还是贪官。走了，我刚才让毛香去。你又让毛香去杀人了是吧？对。哎，你干什么你？哎，别打！怎么回事啊你？别打！你怎么老乱杀人呢？毛香还没跑远。那你赶紧把他给调回来呀！那你让人去追呀！你要乱杀人，我叫人去追。来人呐，赶紧去追毛香！这个雁门县地处边关苦寒之地，咱为了调查这个叶青，扮成客商前往雁门县，你又何必跟着来吃这份苦啊？哎呀，在宫里待久了，正好趁这次机会跟你出来走走。只是没想到这一路走来，北方沿途民生凋敝，时事久空，这中原腹地啊，再无昔日大唐的繁华盛景。是啊，北方连年征战，大明建国也不过5、6年，民生恢复还需要些时日。就连中原腹地都如此破败不堪，雁门县地处边关，又连年遭受北元蛮夷袭扰，想必民生啊更加困苦。别说贪银100万了，税能不能收上来都是个问题。看起来那个奏折确实是有问题。哎，好像这马车怎么停了？陛下，是雁门县到了。礼让行人，上车止步。这里真是雁门县，感觉比咱的京城还要繁华。重八，我打听过了，这里就是雁门县呀。这条路呀叫马路，是他们的知县大人叶青亲自主持修的，还有这整条街都是他亲自设计的。是不是差点就错杀了一位百年难遇的治世奇才啊？哎呀，你看这，原来是鸟不拉屎的地方，让这个叶青建成了世外桃源。这个叶青看起来还真是个好官呀，要不是你提醒，咱差点就错杀了他了。嘿嘿。哎，此为何物啊？你们是来做什么的？执勤。我们进去做生意的。要进去是吧？做生意的，我们收50两。啊，50两？每人50两？那你不如去请了你。那没办法。这支商队有问题。队长，怎么了？你没发现吗？这些护卫家丁目光尖锐，一定是接受过专门训练的。还有这老爷和夫人也有问题，尤其是这老爷，虎背熊腰，眉目如狼，一看就不是个善茬。莫非又是北元派来的探马，装作商队来刺探我雁门的军情？你继续盯着，我去找叶大人汇报。大人，请喝茶。那份奏折呈上去也有数月，算算日子，赐死我的圣旨也该到了。系统，时世轮回系统为您服务中，金色的宿主已进入第10次轮回。按系统规定的方式，死亡后便可返回现代，获得1000亿奖励。是啊，这坑爹的日子终于要到头了。没错，我就是一个身怀系统的穿越者，
按照系统的要求，我需要经历10世轮回，并且每一世都要按照系统规定的死法死去，就能回到现代，获得1000亿大奖，1000亿奖金，1000亿奖金。我叶青终于要回家了，只是坑爹系统给我设定的死法越来越难。第一世，我穿越成为赵国名将李默手下的士兵，驻守燕门，学得一身武学，按照系统规定，与匈奴血战而死。公子。第二世，我穿越盛唐，拜师唐太宗李世民，修得满腹兵法。给你喝交杯酒。按照系统要求，享乐至死。直到这第10世，我穿越大明，才睡醒啊！太阳都晒屁股了，起来吃饭吧。开局农户之子，系统却要求我在不能祸国殃民的情况下，被大明皇帝点名诛杀。平头百姓见死皇帝就够困难了，又怎么可能被点名诛杀呀？于是我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路，那就是当官。只有当了官，就有机会直打天庭，被皇帝赐死。为了我的1000亿奖金。大人，吃葡萄。大人，不好了！怎么了？是不是诛杀我的圣旨到了？大人不好了！是不是诛杀我的圣旨到了？不是，是我们特工来报说发现一商旅，极有可能是北原探马中的精英乔装而扮的。就这？你让那个特工大队张网待命，然后一切按例行事。去。哎，好。哎，等一下，那个你最近帮我留意一下啊，京上来的圣旨。哦，玩，接着奏乐。哼，咱算是看走眼了，还说他是个好官呢。原来这条路就是为了拦路抢劫当程咬金修的。还有啊，他让那些女人抛头露面，这笔账咱是算定了。女人怎么了？女人就不能出工养活自己吗？做收费员总比去妓院好。还有啊，我看这指引上面说，这过路费只对客商收取，普通老百姓是不收的。王爷、夫人，你们快出来看看吧，这城里修的比胸师大城的长安城还好啊！这难道是咱们的大明朝吗？崇八，你现在还觉得叶大人是中饱私囊吗？大人，又不好了！圣旨到了。不是，特工来报，这些人进城后便一路打探，四处观察，定是北原派出的奸细无疑了。我记得这应该是北原派出来的第7波探子了吧？他们还真是锲而不舍啊！之前暗杀我不成，又来刺探军情，看来咱们雁门军镇没多久太平日子了。估计不用多久，王宝宝的大军就会攻打我们雁门了。大人，那现在怎么办？要不要抓捕？跟以前一样，抓了吧，送牢房感色。是，大人。哎，算了，还是我亲自去吧。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没被老朱刺死前，还是要守好我华夏国母。妹子，你先喝。好。这是谁的马车？啊，我们的。我们过来做生意，肚子饿了，吃个饭，停个车。做生意就能占道乱停？根据雁门县治安管理条例，这违规停车罚款100文。哎，这也要罚款？那不写的清清楚楚的吗？这是罚单，下次注意啊。这个雁门县怎么什么东西都收费啊？过路收费，停车罚款，这个叶青真是巧立名目，他什么钱都敢收啊！哎，客官几位？哦，看各位样子是外地人啊。我们县呀，违停超速都是要收费的。
我们最开始也不能理解，可是近这些年来，你看这道路也不拥堵了，撞死人的事情也少了许多，大家的幸福指数也提高了不少。我们叶大人真是百年难遇的好官呐！来，我们先点菜，先点菜。来，妹子，谁来点？来，你们这的招牌菜都有些什么？红烧牛肉、嫩牛肉、牛尾汤锅、扒牛肉。牛肉，哎，我问你，你们这些牛肉是不是从乡下收来的病的老的牛啊？我朝律法，私宰耕牛者可判死刑。亮这小店也不敢公开忤逆咱这个大明皇帝颁布的法令。客官，你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们饭可以乱吃，这话可不能乱讲。我们店卖的牛肉全部都是现宰的，健康好，绝对的新鲜肉质，绝对对得起你们的银子。哎，胆子不小啊，竟然敢私宰牛肉！你们不怕大明律法吗？这个你们只管放心，小的敢给你们保证，没人敢抓你们，因为我们店真正的幕后老板就是我们的县老爷叶青叶大人。啊，这个小店如此明目张胆，原来是有后台呀！开设酒楼，私宰牛肉，你们这个县太爷胆子真不小啊！那可不，我们叶大人的本事可不止这些，不止这酒楼，就连我们县最赚钱的赌坊以及赛贵妃会所，都是我们叶大人所开。赛贵妃会所，那是什么？客官走好，下次再来啊！下次还来找你啊！姑娘们，出来接客了，慢慢走。里面都是金发碧眼的白皮大洋马，客官若是想体验，提我名字有优惠。官绅从商，开设赌局，私设青楼，这个叶青真是个好官呐，真是个罪加一等的好官。不吃拉倒。叶青啊叶青，我救不了你了。冲爸，哎，你要去哪里呀？自然去县衙了，我要砍了那个叶青的头。这此生最狠的就是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的贪官。我们刚刚只是听那店小二的一面之词，具体情况尚未可知。更何况我们这一路打探下来，都说叶青是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他怎么可能会鱼肉百姓嘛？调查什么？奏折上写的一清二楚，官绅从商，贪淫100万。刚才那个店小二也是佐证，难道冤枉他不成？你不必再劝，朕意已决。今日叶青必死无疑。哎呀，老爷，老爷，夫人，你们快来看！哎，这些老人家在干什么？举高一点啊！干什么的？这位大爷，我们是京城来的商人，路过此地觉得好奇，所以想进去看看。哦，京城来的，难怪一副没见过大世面的样子。进来吧，让你们这些外乡来的土包子看一看我们叶大人建的天下独一份的养济院。哎，大爷，你确定这里都是60岁的老人？会不会是记错了？就是30岁的青壮年，那也得顿顿吃肉，怎能养出如此体魄与臂力？这60岁的老人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好的精气神？在我们这儿，60岁算年轻的了，大多数都快70了。啊，你看那个去杠铃的，今年79了。什么？他都79了？哎，这是养鸡院吗？这是终身的晨练啊！这他们是怎么做到身体这么好的？提示：野马分鬃。哎，你看这，他们这打的什么拳？怎么感觉像是在跳舞？所以说你是土包子没错吧？这是我们叶大人专门为我们老人研制的健身拳。我们这儿的老人体格这么好，这第一个靠的就是这套健身太极，这第二个就是科学饮食。何为科学饮食？说简单点，就是顿顿有肉有菜，营养均衡，荤素搭配。
你们叶大人为了敛财，怕是煞费苦心吧？又是健身拳法，又是科学饮食，这些老人在这里住一天，怕是要给你们叶大人交不少的钱吧？这个你真说错了。养济院在建立之初，我们叶大人便说了，凡雁门子民参加过抗元战争、杀过援兵者，子嗣为抗击北元牺牲者，为建设富强雁门而伤重或牺牲者，年满60，均可免费入住。你是说他们不要钱？我们叶大人固然贪财，但他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雁门这等苦寒之地，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全是因为遇到了叶大人。重八，看来我们是误会叶大人了。这叶大人虽然贪财，但是他不为己，只为民。莫说维修这雁门县的费用，单单维持那养济院，恐怕每年都是巨额数字。叶大人要是不广开财路的话，他哪里有钱来赡养这些为国立功的老人？是啊，那青楼虽然也是叶大人所开，但里面接客的都是异族女子，没有一个我大明的女子。可见这位叶大人是个有原则、有底线的好官。雁门县知县叶青，朕该怎么对你？如果单论你的罪责，诛九族都不为过。可朕也不能视你的功绩于不顾。老乡，继续带路去县衙门。是了。重八，你难道还想去杀叶大人？妹子，你放心，这一次去县衙呢，不是去杀他，我要亲眼看看这个让咱又爱又恨的叶青叶大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走。你想干什么？不用麻烦了，本官亲自来了。你是何人？本官雁门县县令叶青。哦，原来你就是叶青，啊！你们涉嫌在我雁门县境内实施敌特间谍活动，受叶大人之命，特此宣布，你们被捕了。咱还没查他，他倒是先把咱给查了。看来这叶青的心思不止用在敛财上，在提防北方间谍方面也花了功夫，倒是个心系国家的好官。哈，这件事是个误会啊！我们呢，并非北元的间谍，而是京城来的客商，是来做生意的。哎，误不误会的，几位，大牢里说去吧。啊，叶青，别太威风了，你不听解释，不分黑白就要拿人。再说了，就凭你们这几个人，想抓人是不是少了点儿？哎，老爷，妹子，别唱了，今天我就要杀杀这个叶大人的威风。快去！哎呀，你这干啥呀？这是？他们还放炮！你们是在呼喊他们吗？老虎，六子，混蛋，你杀了他们！你喊什么喊？为了点蒙汗药，活着呢，就喜欢你们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哎呦，你看这真可怕！这些盔甲，分明不是大明制式盔甲。说，从哪儿弄来的？撕掉军队，私造盔甲，你可知按大明律令，当诛灭九族？放肆！北元贼子，胆敢威胁我们叶大人！铐上！谁敢？铐上！他娘的，打开！老爷，你还敢管手？敢打我！你知道老子是谁吗？想活命赶紧打开！告诉你，我们抓到的皇帝陛下至少有3个人。说着吧，你又想冒充谁啊？你不会是朱元璋吧？大人，这些人已经审完了。头领者名叫郭瑞，籍贯应天，
他自己拒不招认他自己是原探探子。大人，这些顽劣之徒劳动改造只怕没有效果。吴用，你说他们是北元的间谍吗？近期北元活动频繁，接连把密探往咱们这儿送，再加上特工大队由您在主持，他们盯着8成是跑不了。可是我雁门士兵换装完成已1年有余，北元那边早就知道了。可郭瑞的反应倒像是第一次见到，而且他对我调动军队极为愤怒。这反应不像是北元的探子，更像是朝廷的钦差。朝廷的钦差？大人，若是真是朝廷钦差，我们这罪名可不小啊！你慌什么？我也只是猜测。这样，你明天一早带他们去兵工厂劳改，再看看他们的反应。是，大人，属下这就去安排。我那份奏折呈上去已有数月，按日子来说，赐死的圣旨早就应该到了，而今迟迟未到。难道是这个朱元璋不按套路出牌，暗中派钦差来我雁门县调查？若果真如此，郭瑞那几人只怕真的是钦差无疑了。罢了，是不是的，明天就见分晓了。大人，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婉儿已经为您暖好了床，特来为大人洗漱更衣。好。师祖未必千古恨。中间的一竖一点是什么字啊？反思昨天，把握今天，奔向明天。陛下，老爷、夫人，你们这么做是为什么？为什么不表明身份，砍了他们几个的头？暂且不说那叶青信不信，即便他信了，我们可能会死得更快。对，你看那叶青，刚才一招就把你的佩剑给打掉了，可见绝非一般之人。如果我们泄露了身份，他极有可能为了自保，杀人灭口。我们不如就在这里慢慢待着，等他们调查清楚了，自然就放我们出去了。可要是他查不清楚呢？以他的能力，查清楚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我更在意的是那些兵士的兵甲。咱们大明军队兵将都是由朝廷统一制备，而这雁门的兵甲跟咱们大明的兵甲截然不同。你说，是不是这叶青瞒着咱们私铸兵甲？您的意思，他想造反？冲爸，我觉得你应该是多虑了。这些兵甲极有可能是向外邦人买的。这雁门县是抗拒北元的最前线，兵甲需求量大，向外人求购一些也情有可原。这叶大人爱民如子，像私铸兵甲这些大逆不道的事情，他定然做不出来的。如此是最好的。只要这个叶青他不触碰私铸兵甲这条底线，其他一切都好说。来，这是你们几个的工牌，明天拿此牌去雁门兵工厂参加劳动改造。等等，这雁门有兵工厂？老爷，这兵工厂的规模比咱们朝廷的还大，这真是个边陲小镇能建起来的？动作快点，待会儿把这些铁矿石往炼铁炉里放的时候，都给我当心着点啊，别受伤了。老爷，这是铁矿石，真的是铁矿石。叶青竟敢撕开铁矿，乱臣贼子，乱臣贼子！这是乱臣贼子！没事。大人，看刚才的反应，这些人只怕真的是……不着急，再让其他人带他们去其他射线看看，我们再观察观察他们。可是大人，他们的身份如果真的如我们所想，那定会禀报圣上，您恐怕是会被圣上点名赐死啊！下旨赐死？
大人真是个奇人，利用水力锻造刀剑，不仅节省人力，还增加兵器强度。他这兵工厂可比您的兵工厂厉害多了。你说什么？你说我不如叶青？不是。哎，等等！这是大明制式盔甲啊！你要送到哪里去？这等破烂，当然是拆掉，扔回熔炉，废物利用。大胆！谁让你们这么干的？这大明盔甲虽然不如你们雁门的盔甲，这是朝廷所赐，这是皇上的恩典。你这么说它是破烂货，还要把它拆了，眼中可还有当今圣上啊？是不是有病？你破烂不拆，留着过年吗？你说这他，老爷是包子，可是肉馅的，老爷可香了，老爷这不是，没事。妹子，你说这个叶青，咱们究竟该如何处置他呀？他所犯之罪近乎造反，咱就是诛他的九族也不为过。可是他这个人才，还有这些兵工厂的工艺，咱是真馋呐。臣妾仍以为叶大人是位难得的好官，可他私造兵甲，私开铁矿，这与谋反何异？可是他若真有反心，就不会写下那封自绝生路的奏折。你的意思是？臣妾觉得，叶大人应是胸怀大志却无处施展，才写此信，以性命为赌注来引起陛下注意。雁门县对他这等经世之才而言实在太小了，唯有得到陛下赏识，委以重任，他才能真正的一展抱负，为国尽忠啊。况且这雁门县总共4位驻军，不过2万余人。叶大人私造兵甲，但没有火炮，就算真的造反，在朝廷的洪武大炮面前，这点兵力瞬间就灰飞烟灭。老爷大可不必忧虑啊。咱听妹子的，只要他不私造火器，愿意上交兵工厂的技术，咱就饶他一死。但咱丑话说在前头，只要他叶青敢碰火器，这些技术咱宁可不要。就是天王老子来了，那叶青咱也非砍了不可。行，快吃饭吧。什么动静？怎么了？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老爷小心！这个叶青竟然敢私造火器，而且比洪武大炮更厉害的火器，乱臣贼子，简直是乱臣贼子！叶青呢？叶青人呢？我要砍了他的脑袋！砍这狗官的脑袋！你要冷静啊！你不要拦着我！夫人，你没事吧？不要管我，快去拦住老爷！去！是。大人，看这反应，必定是钦差无疑了。只有钦差看到您私造火器、私造兵甲，才会如此愤怒。前世都说朱元璋是一个杀人如麻的莽夫，现在看来倒是粗中有细。在看到我的奏折之后，竟还能保持理智，暗中派钦差来核查真实，害得我回家计划又得推迟。大人，现在应该怎么办？您倒是说句话呀！既然已经查清楚不是北元的探马，就让他们走吧。明儿一早送他们上路。可是，没有什么可是，按我说的做。大人，大人。大人这是糊涂了呀！啊，那一旦放他们回朝，那定会禀报圣上，到时候圣上肯定会点名诛杀的。不对，大人一向机智过人，不会把自己处于危险境地，肯定是想好了对策。这事会是什么呢？明儿一早送他们上路。难道大人是这个意思？我这可是重罪啊！不管了。为了大人，纵死不悔。诸位将军，末将又来看你们了。想当初，末将初入轮回，拜入
李牧将军麾下，镇守雁门，时世轮回，自雁门而起，而今也自雁门结束。明日的钦差回到京城，自会将末将的罪孽告知朝廷，到时候朱元璋也会将末将点名诛杀，而末将也便回家了。以后末将再来看诸位将军，应该是以现代游客的身份来这雁门关旅游。到时末将定会带后世最好的茅台酒，敬送诸位将军。不过，诸位将军也大可放心，赐死的圣旨未到之前，我叶青定会在雁门关站好最后一班岗，绝不会让北元大军攻破诸位将军曾经驻守的雁门关。大人，无县城求见，现在县衙后厅等待。大人喝茶。婉儿，手心怎么这么凉？生病了？来人，传孙大夫。大人，婉儿没事了。你是我叶青的管家，你自己的身子自己可以不珍惜，但本官不能不珍惜。来，先坐在本官这里，一会儿孙大夫到了，给你好好把脉。婉儿谢大人。怎么样，安排的事情都办妥了吗？那几个钦差可都送走了？大人，哎呀，婉儿是自家人，但是无妨。大人，都安排好了，我已令杀手扮成北元蛮夷，守在那个官道上，只要等他们一出城，便可手起刀落，全部给他们拿下，绝不会让这些钦差活着见到圣上。你谁他妈让你这么干的？大人，不是你吗？你不是让我送走他们吗？明儿一早送他们上路。我操，我是这个意思吗？混账东西，坏我大事！还不赶快去把那些杀手撤了！你是，快去啊！快去！这个无用，气死我了！我的一番谋划，早晚回他手里。大人息怒，无县城也是一番好意，办了错事。大人，大哥，你怎么又回来了？是杀手撤了，还是那几个钦差已经遭了毒手了？不，他们根本就没出城，他们来到县衙，说要跟大人您做生意。你说什么？找我做生意？这钦差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私造火器助兵甲，他们难道不应该立刻赴京告谋反、造反吗？大人，见吗？罢了，既然他们想见，就带他们到会客大厅，我倒要看看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不过他们既然是以做生意的身份见我，那这之前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可是大人，他们毕竟是……好的，大人。就这儿了。老爷，你可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啊！哎呀，记得，不就是回去之前先和叶青做生意吗？然后以商人的身份先做成朋友，再趁机考察叶青的品性。不过妹子，咱就是不明白，你说他忤逆的事实也看到了，火器他也造出来了，你为何还要坚持我继续考察叶青呢？像这种乱臣贼子，搁我手里早砍了他了。他若是乱臣贼子，我们就不会被洗刷冤屈、无罪释放了呀。倒是有点良心，但不多。乱臣可诛，国士难求。那兵工厂的铸造工艺，还有那火球的制造技术，你当真不想要吗？况且这些日子我们考察下来，这叶大人啊，不只有造物之力，更是治世良才。虽然有些时候他行为失控，但他也是在用一种不被世俗认可的方式，在做利国利民的事情啊。
只要稍加引导，他定能为朝廷所用。重八，你难道不想在100年之后，给咱们的彪儿留下一位能富国安民的无双国士吗？确实啊，咱们彪儿是需要用国士去好好辅佐的。行，我听你的，先跟叶青做生意。走。郭大人，哟，是吴县城吧？告诉你们叶大人，我要跟他做生意，咱们一块赚钱。要想做生意可以，不过我们叶大人有个规定，凡是外来客商想与叶大人做生意的，需要先交500两的门费。你什么？做生意先交入门费？500两银子？你叶大人是不是把我们当冤大头宰了？郭老爷，500两已经很少了，那有些客商出到1000两，我们叶大人连见都不见。哼，不见是吧？那我就瞧着明渊谷，我看你们叶大人见是不见。郭老爷，郭老爷。老爷，老爷，天上的叶青，明渊谷竟然是纸做的，这是想让百姓名媛无门是吧？啊，这是欺骗老百姓吗？你这个人，你怎么敢把这鼓给打破的呀？纸做的，这可是钦差呀！你是真敢下手啊！你还不是？冷静！他们这些人是刚到咱们雁门县，知者无罪，咱们还是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啊！吴大人，这百姓击鼓鸣冤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可这鼓面怎么会是纸糊的呢？说，怎么会是纸糊的？因为这面鼓是对我们雁门县具有教育意义的鼓。3年前，叶大人骑着毛驴来我们雁门县述职，那个时候的雁门饥荒遍野，民不聊生。叶大人也跟你们一样，击破了这鸣冤鼓。坏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们别无选择，要么随时饿死，要么用你们剩下的半条命，与本官一起拼出一个美好的未来。佛家一个菩萨说过，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但本官不信他。因为那是虚无缥缈的神佛，你们能信他，只有靠你们勤劳的双手和我这个发誓，只要你们不穿新衣服，我就永远只穿打补丁官袍的叶大人。我们愿意相信叶大人，我们愿意相信叶大人，我们愿意相信叶大人，我们愿意相信叶大人。从那以后，叶大人就带领我们重建着雁门县，而这面纸糊的鸣冤鼓也就成为警醒的物品。百姓每每看到这些，都会想到那个曾经穷的连鸣冤鼓都修不了的雁门县。老爷，叶大人他没错，这次我站叶大人那边。这次我也站叶大人这边。老爷，这次你太过分了，太冲动了。百姓穿不上新衣，他就永远穿打补丁的官服。各位乡亲，这次咱错了，咱对不起大家。这个，我现在知道，这面鼓对大家来说是无价之宝，所以啊，我就不谈赔偿了。如果用钱的话，就侮辱了这面鼓。今天咱就坐在这里，一点一点的把它给糊起来。吴大人，吴大人，500两进门费给你了，带我们去见叶大人吧。怎么了？难道是嫌少？不是，
我的意思是，你得到后面排队，前面还有10个客商等着见叶大人。那不进门费交了，还要排队啊？吴大人，吴大人，干什么？干什么？通融一下，让我们老爷先进去吧，我们还等着回京城呢。我要是收了你这钱，让叶大人知道，我就得被进猪笼。哼！你们叶大人本来就是个贪官，难道还不允许你贪了？这不是典型的双标狗吗？你放屁！我们叶大人是天底下最无私的人，为了发展地方，他不惜变得连皇帝老子见了都要杀的大贪官。只是你们不知道，他曾经告诫我们每一个人。各位，我雁门县如果想要得到快速的发展，就要走捷径，就要剑走偏锋。所以从明天开始，我会变成一个见钱眼开的大贪官，而你们却不能做跟贪有关的任何事情。我会提高你们每一个人的收入，让你们养家糊口，年年结余。但如果让我知道谁得了好处还敢贪的话，哪怕只有1个铜板，我都会让他不得好死。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他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连累我们。为了认罪的时候，他一个人上他朱元璋的断头台。你说，这样的好官怎么可能会是双标狗？那皇帝一定要砍他的头，你们又当如何？万民血书，告皇帝！若是朱重八非要砍下叶大人脑袋，我愿意成为那个背着万民血书去敲响登高鼓的人。我愿意用我的血去染红朱重八那瞎了的眼。我愿意为了叶大人一起上的断头台。若是朱重八非要砍下叶大人脑袋，我愿意成为那个背着万民血书去敲响登高鼓的人。我愿意用我的血去染红朱重八那瞎了的眼。我愿意跟着叶大人一起上刑场。不错，若朱重八非要叶大人死，那么吾等愿随叶大人共赴断头台。对，我们愿意陪叶大人一起去死，一起去死，一起去死，一起去死。能做到这种程度的清官尚且没有，没想到却被一个贪官给做了。老爷，您现在只是竹里的商人，我们是来求财的，还是赶紧去后门排队找叶大人吧。行，我也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人，让这些老百姓愿意为他冒犯天威。进去吧。哎呀，排了半天队了，总算可以进去了。走。走。叶大人私宅，吾人不得入内。你就在这等着吧，我和老爷自己进去就好。你就听夫人的，在外面等着。叶大人的府里安全应该没有问题。是，老爷。夫人。哎，挺俊俏的姑娘嘛。请问是郭老爷和郭夫人吗？对啊，姑娘是。妾身乃叶府管家沈婉儿，两位请随我来。哦，走。里面请。好家伙，一个小小县令的会客厅，竟比咱的皇宫还要奢华。老爷，此等品阶的琉璃宝物，咱们整个大明朝也只有一个小的。他叶青竟然有一个这么大的。穷奢极欲，真的是穷奢极欲呀！大人，郭夫人和郭老爷到了。你去休息吧。来，吃葡萄。你看他这，你也来一颗。张嘴哎呀，老爷，叶大人，我们又见面了。叶大人，我们在外面排了好长时间的队才见到你，难道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既然你知道我是叶大人，见到本官为何不请礼啊？你
区一个剑商，就是见了本官的丫鬟，也要以礼相待。谁给你的胆子，敢在我的地盘质问我？我家老爷初次到访，有失礼数，还望叶大人恕罪。你也知道有失礼数啊？看见那厅堂里的摆件了吗？都是与本官合作的富商所绘，而你们就这样空着手来考验干部。这2斤重的金摆件不来一件？吴道子的真迹不来一幅？你们什么都不拿，就敢跟本官谈合作？谁给你们的勇气啊？怒啊！快怒啊！本官都如此羞辱你了，你这堂堂青山难道还能忍？本官要是你，扭头就走，然后回京立马请奏朱元璋，砍了本官的脑袋。忍住，朱元璋，你要忍住！你曾传檄天下，驱逐胡虏，恢复华夏，立纲成纪，救济思民。而如今，没有救济思民一条还没有做到，但在这一方水土，这个大贪官却做到了。我需要他的才能，为了你拼死打下的江山，为了吃不饱饭的子民，为了大明，你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奸商当下去。总有一天，他会跪在你的面前，把地板都磕碎了。叶大人，你教训的对，求人合作嘛，哪有空手而来的？要不然这样，我们呢，从京城带了10车的蜀锦，全都孝敬给你，怎么样？大人，我靠！有没有搞错？这群人属王八的吗？这他妈都能忍？叶大人，您要是觉得礼物不够的话，我马上派人再去准备。不必了，本官身体不舒服，合作的事儿，本官会让本县的县城与你详谈。哎，你放肆！老爷，你看看，你息怒，息怒，息怒。妹子，咱是不是说错话了？你看，我觉得我送他礼物，怎么就不高兴了呢？或许这世间的大才都是如此，性情怪异吧。没想到这些钦差竟是贱骨头，这么能忍，老子这般羞辱都没把他们气跑。唉，再这么耽误下去，猴年马月老子才能回家。必须得想办法让这些钦差滚回朝中告状。来人！大人，有何吩咐？今天晚上你给我找几个身手好的，好好伺候郭瑞那几个贱骨头，打断几条腿都没关系，有一个算一个。我要他们明天爬出县衙。这，明日一早，如果他们还有人站着走出来，我就打断你的腿。是，大人。这次我就不信你们还能忍。吴大人，刚才多亏你一番解释，不然的话，我跟夫人就要误会你们叶大人了。哎呀，二位不必担心，我们叶大人呢也是爱民如子。这些年呢，朝廷发的军饷还是层层克扣，运送到我们这儿的兵甲，那都是别人不要的残次品。依靠这些，我们雁门的百姓早就被北元的铁骑给杀绝了。叶大人无奈，只能冒着杀头的罪名，私铸兵甲，私铸火器，为的是什么？那为的是帮陛下守的一方百姓，守的这片土地。要我看，叶大人私铸兵甲，不光无罪，还应该被下至升官。你们叶大人有你这个吴县城，也是他的福分。哎，你放心，我们既然已经达成了合作意向，就是朋友了。等我们回到京城啊，我们自然会想办法把你的意思转告给朝廷，帮你们叶大人加官进爵。那就多谢郭老爷了。天色也晚了，郭老爷、郭夫人，叶大人已经安排属下为二位备好了晚宴。哦，不如喊上毛香兄弟，一起留下吃顿便饭，可好啊？好啊，请。站住！这是吴大人，他们这是干什么？郭老爷，
您先带夫人进去，这边我来处理。好。谁让你带兵过来的？扰了贵客，耽误了叶大人的前程，你担得起责任吗？吴大人，是叶大人下令让属下打断他们的腿。胡说八道！叶大人怎么会给你下这种命令啊？一定是你图谋不轨，想害死叶大人。吴大人，是真的，叶大人亲口说的，找几个身手好的，今晚好好伺候他们，打断他们的腿，不让他们站着走出县衙。叶大人真是这么说的啊？不对呀，这几人乃是朝廷钦差，除非叶大人想死，否则他不可能会下这种命令。难道这命令另有深意？你刚刚说身手好，伺候。对。原来大人是这个意思啊！那吴大人还动手吗？动个屁呀！你个蠢货！大人下的命令不是让你找几个身手好的汉子，而是让你找几个腰细活好的姑娘，今晚上好好伺候姑老爷他们。那大人还说打断他们的腿，第3条腿不是腿啊！哦，是这个意思啊？不然呢？啊，你这脑子这辈子注定只能当个衙役了。还好我脑子反应得快，及时把你拉回来，要不然老子白白赚来的好坎全被你给毁了。哼，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去找几个腰细活好的姑娘去？是，走。哎，回来啊！记住啊，要找金发碧眼的。明白。走。大人，您来了。昨晚交给神六的事情都跟你说了吧？办得怎么样？大人，我办事你就得把心放在肚子里，绝对天衣无缝。那些钦差的腿就算没断，3天内也绝对直不起来。好，腿都打断，那些钦差一定会恨死本官。等回朝后，他们见了朱元璋，定会想尽办法让老子刺死我。这次应该不会有啥意外了吧？大人，您看，哎，叶大人，不好意思啊，让您见笑了。昨晚多谢款待，只是没想到这西域姑娘竟然这么攒劲，腰都快要断了。款待？西域姑娘？大人，属下按照您的要求，让这些人没一个人能站得出门的，全都是扶墙出来的。大人，属下这安排还可以吧？啊，可以，非常可以。不可以！大爷，你快给我滚！出什么事儿了？难不成是你们惹了叶大人？哎，老爷，不是，是叶大人太客气了。昨晚吴县城如此规格招待我们，叶大人还不满意，觉得太慢了我们，所以刚才把吴县城骂了一顿。是啊，老爷。哦，叶大人是个热心好客的人，这份恩情我们都记住了。是。原来如此，叶大人，吴县城昨晚的招待我们很满意，而且席间他还说叶大人治理雁门的功绩和辛苦。我已经决定了，回京之后通过关系，请圣上为你加官进爵。你说什么？他还给我邀功？完了，全完了！老子一番谋划全毁在他手里，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啊？怎么摊上了这么个玩意儿给我当县丞？只能找别的办法寻死了。叶大人，关外特工来报，北元的齐王殿下王保保召集各部的首领，总计30万大军，正整军备战，并且他们还安排了一批探子潜入雁门边防，各种迹象表明，他们将在我雁门丰收狂欢日之后发动攻击。这个王保保终究还是坐不住了。大人，属下建议丰收狂欢活动延期举办，当务之急应调派守备，增强边防。不必，丰收狂欢节照常举办。至于城防，不必加强，相反多些漏洞给他们。还有那些探子，不要抓完，适当的放回去1-2个。大人的意思是，是敌意弱，请君入瓮。去办吧。
没想到啊，一个文臣还懂兵法。不过我倒是要提醒你一句，敛财也好，铸造兵器也罢，圣上那边倒可以解释。但你若是以一介文臣之身，非法掌握边境军权，即便我曾经是陛下的亲兵，难救你一命。对啊，封建王朝最怕文臣造反，尤其是朱元璋，严禁文臣掌兵。等王把我打过来时，我只要强留下这些钦差，让他们看到我叶青不止非法掌控边防军队，还有带兵打到京城的能力。到那时，我必死啊！必死啊！马云老爷，老爷，叶大人是聪明人，你刚才说的话，叶大人岂会不明白？叶大人，您刚才说的丰收狂欢日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就是我们雁门百姓庆祝丰收的活动。这边境荒野之地能种出粮食以实属不错，难道还能丰收？在叶大人来之前，我们确实种不出来。但叶大人来了雁门之后，改良稻田，我们不仅能种得出粮食，还能亩产600斤，远超江南富庶之地。你此话可当真？当然。多嘴。叶大人，这丰收狂欢日能否让我们去开开眼啊？如果真如沈小姐所说，亩产超600斤，那大人可是立下了旷世奇功，如此功绩，封侯拜相也是应该的。皇帝的位置我都看不上，更何况封侯拜相。不过既然晚上说漏了嘴，就让这些钦差去看一下，未尝不可。最好能让这钦差算出我一年可以上交多少税，等交税之时，我故意私扣9成粮税，又是一个取死之道。好，本官准了。好。婉儿，你身体好些了吗？如果不舒服的话，就不用侍寝了。多谢大人，婉儿已经好多了。那好吧。对了，大人，吴县城已经过1天了。让他进来吧。大人，属下知错了。起来吧，看在你出发点是好的份上，饶你一次。你要是再敢随意脑补曲解本官的命令，我绝不饶你。谢大人，属下以后再也不会妄自曲解大人的意思。只是大人，前段时间您不让属下杀他们，这段时间又不让属下讨好他们，您的用意，这属下实在是不懂，还望大人明示啊。你不需要懂，你只需要按照我的命令去做就行 ，OK？ 明日就是丰收狂欢节了，你趁着今天晚上好好准备一下，把咱们县的良田数目、亩产数据统计清楚。明天一早给那些钦差看一下，最好让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我县该纳税的数额。大人这是想用农税博一个加官进爵的机会。对，与其用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讨好钦差，哪有这种正大光明的方式来的直接有效？大人英明，请大人放心。行了，去办吧，别再让我失望了。是大人。这王八羔子，怎么这个皇帝都比他会享受？大人，根据您的吩咐，种过的都是您改良的良种，今日随机收割，收割了有10亩，这是抽查各家的亩产数额，请大人过目。不用。是。张大胆家随便1亩地打谷亩产680斤，刘老三家随便1亩地打谷亩产700斤，陈老5家随便1亩地打谷亩产750斤。这些数据当真？千真万确。我大明肥沃土地，亩产最多300余斤，而雁门苦寒之地，亩产竟能达到600、700斤。我知道你就是京城土包子嘛，像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人，只有我们叶老爷的本事，不奇怪。前面有几亩稻田地，不妨随便打1亩试试，证明一下不就知道了。好，老乡，让大爷带你去看看。是，老爷。
请吧。 700斤，太不可思议了！是真的，老爷是真的。叶大人治下的稻米亩产全部600斤以上，而且颗粒饱满，都是上好的稻米。太好了，太好了！稻种要是传到咱们整个大明，大明再无饿殍。恭喜大人立下如此造物之功！只要叶大人今年缴上农税，陛下得知后定会给叶大人大加封赏的。妹子说的对，不但是有封赏，皇帝要是高兴了，还会加官进爵。等着吧，等到交农税的时候，定向陛下送上一份大礼。大人，关外特公来报，元太尉乃儿不花正带领着5万仙军向我雁门急速赶来。酝酿了这么久，这个王宝宝终于要坐不住了吗？这个王宝宝终于要坐不住了吗？叶大人既然有公务在身，我们就不打扰了。叶大人，我们在雁门已经逗留多日，我们的生意呢也谈得差不多了，丰收的景象也都看到了，是时候该返京了。叶大人，告辞。你们要干什么？叶大人，这是为什么？没什么意思。听说郭老爷曾经是陛下的亲兵，有过带兵打仗的经验，见过大世面，所以我想留下你，临时给本官担任参将。你叶青也有求咱的地方，不过朕贵为天子，大战在即，还是回去主持大局要紧。我可没空陪你这个小小的县令在这玩过家家。对不起，叶大人，京城还有好多生意等着我去做，这个参将你还是另请高明。郭老爷，这可由不得你。绑子充军。老爷，你走。好你个王八蛋，竟然敢抓老子抓壮丁！你要知道老子是谁，你会后悔的。带走。哼，走。老爷，走。老爷，不留下你，如何让你看到本官有带兵打进京城的能力，逼宫造反的本事？叶大人，你当真要强留下我们吗？特殊之时，行特殊之事。郭夫人，对不住了，你也请吧。气死！郭参将，这是大人给你的兵奖。你这个狗官，抓我壮丁，逼我参军，狗仗人势，枉受皇恩。郭老爷，依我看来，这枉受皇恩的人，应该是你吧？胡说八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一介文臣都知道，国难当头，当以血肉之躯筑起边关长城，马革裹尸，乃生平所愿。而你，曾经身为陛下的亲兵，世受皇恩，理应执锐披坚，为国杀敌。如今却贪生怕死，摇尾乞人。你扪心自问，你可曾对得起曾经穿过的那袭戎衣？可还配称我大明将士？好一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你还没老，咱们这次不如就留下，让叶大人见识见识你的本事，也好让叶大人知道，只要陛下需要，只要国家需要，你这个商人可以重新披甲，变回曾经的郭将军。罢了，反正也走不了了，就当留下当个壮丁吧，考察一下这叶青有没有以文臣之身非法掌兵。哎，愣着干什么？还不把甲胄领了，随我披甲杀敌去！是，老爷。成了。等一下，上阵杀敌先不急。郭参将可会写字啊？那是当然。那就先替本官给皇上写一封奏书。好，你想写什么？
就说让皇上暂缓援助雁门，而是让徐达元帅率主力北出开平卫，西进迂回至北原后方。届时我与徐达元帅前后夹击，将王八宝30万大军一举歼灭于雁门关下，毕其功于一役。想法倒是挺好的，但不现实。雁门守军仅2万余人啊，你如何能够坚守到徐帅的到来？因为我相信我雁门的儿郎，更相信本官花了大价钱给他们更换的装备，还有我那240枚新式红武大炮，一定能等到徐帅到来。等等，你说什么？240门炮？雁门守军乃4位驻军，一律只可配备120门炮。你未经汇报擅自扩军，该当死罪。那又如何？哈拉和林，前元的发源地，也是现在北元暂行的首都。估计北元的皇帝现在就坐在那里，等着一个消息，等着他们的铁骑再次打开我雁门关，等着把我华夏大地再次变成他们的大元。而我叶青也在等待着消息，那就是一举击溃北元30万大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那些蛮族异类打服、打怕，打到他们再也不敢觊觎我华夏大地，打到他们再也不敢祸害我大明子民。这样，我叶青也就能安心回家了。而且，只有在雁门关下击败北元大军，徐达才有机会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拿下北元都城。运气好的话，还能找到传国玉玺。只要能打赢，只要能找到传国玉玺，就算事后被陛下赐死，本官也无怨无悔。好一个文臣将心的叶大人，夺走了120门大炮，只要你打赢仗，找回传国玉玺，那就是功，而不是罪。你来口述，我来写。大人，我已经派人将奏书800里加急送往京城。很好。哎，叶大人，这是雁门守将主将的位置，岂是你一个文臣所能做的？来人！大人，传我宣令，通知雁门左卫李将军、雁门右卫杨将军、阳明堡卫陈将军、聂营卫王将军，火速来作战指挥室商议布防一事。是，大人。我说叶大人，你是不是糊涂了？雁门守将官居4品，你一个7品县令，岂能对他们发号施令？你这是越权。况且李将军他们定不能听你的号令啊！这雁门驻军的粮饷是本官所发，兵甲火器是本官提供，作战兵法亦是本官教授。本官的军令，雁门上下谁敢不从？我等拜见叶大人。你们还真的听他的话？啊！胡闹！你们简直胡闹！且不说一个7品县令懂不懂兵法，但是文臣掌兵这件事情，就是陛下的大忌，无论胜负，他都得死。这钦差就是上当，本官要的就是活不了。只要能驱逐胡虏，护我华夏，本官生死又如何？我告诉你们，你们都是朝廷任命的守将，就任他这般胡闹？叶大人乃我等恩师，赐我战甲，授我兵法，我李全愿为叶大人效死。我等愿为叶大人效死。你们好一个叶青，瞒着朝廷，竟已总揽雁门军政大权，这还是县令，这是雁门的土皇帝。老爷，现在外敌当前，我们还是要一心对敌才好，其余的事情等战后再说。报！报告大人，北元使者来拜。传。
北元特使拜见叶大人，我奉齐王殿下之命，特来此与叶大人共商大义。哦，说说看，共商什么大计啊？齐王殿下深知叶大人乃旷世奇才，仅用3年便将边境苦寒之地变成富饶之乡，当真甘心久居人下？的确是不甘心，不知齐王殿下可有什么良策呀？自然有，我们齐王殿下说了，只要叶大人放我们30万大军入关，并给予兵甲粮草，等我们打下大明，便把长江以南送与叶大人。我大元愿以叶大人跨江而治，平分天下。你敢？找死！啊！你难道真的要答应他？本官听这种话，不知道听了多少次啊。最近的一次应该是在大唐贞观年初，本官也是驻军在这雁门关，突厥派来的使臣跟你一样，也说要与本官平分天下。这种话，听得本官耳朵都起茧子了。齐王殿下一言九鼎，叶大人倘若不信，可与齐王殿下歃血为师。不必了，你回去告诉王保保，我叶青虽然不是什么好官，但是有做人的底线。卖国通敌这种事儿，本官做不来。叶大人真的不想做皇帝？本官现在就想回家。再说了，我就是想当皇帝，也没必要跟你们合作吧？本官雁门2万兵马，足以打到京城，逼那老猪退位。这兔崽子说什么呢？大人，慎言呐！朕还在这儿呢。既然叶大人这么不识抬举，难为我北元大军，那我便踏着叶大人的尸首，踩着雁门县的断崖，入主中原。告辞。此人胆识过人，在北元朝廷定是个人物。不用，在。给我好好查一下这个人的身份。大人，我刚刚已经派人秘密调查了，此人乃是巴图拉部落首领的嫡长子，真名叫绰罗斯·马哈木。啊，他就是马哈木，叶先的父亲。史书记载，公元1449年，也就是朱元璋死后51年，马哈木之子叶先大败明军于土木堡，胜死皇帝朱祁镇。自此，大明朝的国运被彻底改写，间接导致了后世汉民族数百年的屈辱。来人！大人，传我军令，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截住这个北元使臣，如为反抗，就地格杀。是。免得遗毒后世。另外，传令3军全城戒备，炮出南山，公开满弦，准备迎战。是。禀报大人，马哈木已死，属下也按照您的指示砍下他的首级，送往北元大营。报，吏部来信，朝廷已采纳大人提议，徐大将军不驰援雁门，直出开平卫，从关外折返雁门，包抄北元大军后方。特令雁门军将士务必坚守至11月2日全时。报，北元太尉乃儿不花率5万先锋大军向我雁门方向拔营50里，5日必将攻城。大人已经知道了，你们先下去。是，史小姐。婉儿，过来，随我拜见诸位将军。3位恩师，叶青来看你们了。时世轮回，学生有幸得你们真传，可我是一个笨拙的人，始终只学到了你们一点点皮毛。可就这一点点皮毛，让我在数次文革中，在这雁门关起义战功。这一世，我来到了大明朝。回家前，我想用前世的知识，以及在你们身上学到的那一点皮毛，最后一次为雁门而战，就当给我古人的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是给诸位将军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大人，不好了！特工来报，北原先锋5万大军已进抵雁门关下，王宝宝所率25万主力也将于明日午时抵达后全军攻城。雁门各部守将现已赶至县衙大厅，等大人下令。大人，雁门危矣，大明危矣！慌什么？本关还在，日月山河还在。婉儿，为本将披甲。这个叶青都什么时候了？火烧眉毛了，他还没来，莫非还在跟那些姑娘打情骂俏？咱就说了嘛，文臣掌权，他就是祸国殃民。此战要是打赢了，那还好说话；他要是打输了，我就扒了叶青的皮。好了好了，大人，大人。诸位，都坐吧。怎么回事？这叶青一介文臣，为何披甲后竟有武将为师？这气势丝毫不亚于咱大明战神徐达。上菜。叶青，大敌当前，怎么还有时间饮酒作乐？记得3年前，我叶青第一次来到咱们雁门县。也是在这里宴请了大家。那一晚，可是我叶青一个人喝倒了诸位将军啊！叶大人不止才能让我等佩服，就连酒量也让我等心服口服啊！是，而且叶大人酿的酒可是1等1的好酒，比起大明皇帝喝的都要好过1000倍、10000倍。对，够劲儿，够劲儿！诸位要是喜欢，等战事之后，我还在这里。为大家设置酒席，与诸位一醉方休。好。自然，我也知道，你们当中许多人，怕是赶不上这顿饭了。那些赶不上的弟兄，我会把他们与历代英烈埋在一起。你们知道我雁门山的陵墓为何如此茂盛吗？知道长城南路的松柏为何总比北边苍翠吗？那是因为千百年来，我无数汉军将士埋骨于此，永远守候着后方的万家灯火。这是我叶某唯一能许诺给大家的。诸位，吃完这顿饭，都回家陪陪家人。明日拂晓，王宝宝25万大军击至，战鼓一响，便生死相搏。今晚，我叶青先饮此酒，拜谢诸位。我叶青先饮此酒，拜谢诸位。叶大人何须言谢？能保祖宗疆土，护同胞姐妹，本就是我等军人职责。与那些永远留在塞外的弟兄相比，能葬在雁门山下，埋到长城以南，已是幸事。不错，我等粗人说不来漂亮话，只知道马可裹尸总好过老死床榻，为国战死就是我们最好的归宿。对，要谢也是我们谢您，是您散尽家财，赶进兵甲火炮，为我们提高生还的机会。大人一片赤甲忠心，若不能位列朝堂，实乃国师栋梁，民失青天呐！好，那就不言谢，只借此酒，祝我们来生再见。干！干！来生再见！无义，与子同袍，往日行之，
修我更好，与子同舟，七月无益，与子同袍，望与行事，修我毛疾，与子协作，七月无益，与子同袍，望与行事，修我更好，与子同舟。芸娘，芸娘，芸娘，我回来了。你怎么回来了？明天就要打仗了，你是不是偷跑回来的？你快回去，家里有我，你不能做逃兵。芸娘，放心，是叶大人亲自带人与我们换房的，为的就是让我们与家人能够团聚一番。隐没某处，我就得去备战了。我去叫他们起来。哎，先别把他们叫醒了，他们都醒了，再睡就不容易了。芸娘，你先去睡吧，我打算给他们做一些饺子。不睡，奴家给刘将军搭把手去。行，都依你啊。那就有请刘夫人给刘将军打个下手吧。芸娘，这99个饺子，早上的时候，把他俩都叫起来，然后再和爷爷奶奶一起啊，你们把这个都吃了啊。等等，还有时间，你等等。爷爷，爷爷，你怎么醒了？回来了也不叫一声爷爷奶奶再走吗？说来也奇怪，昨天推你奶奶去逛街，她说你要回来，她要给你买糖葫芦，还当你小时候呢。我乖孙儿喜欢吃糖葫芦。奶奶，来，乖孙儿。明天走啊。奶奶，我今天晚上就得走。明天走啊。奶奶，我今天晚上必须得走了。奶奶知道你最喜欢吃糖葫芦了，多吃点儿啊。爷爷，奶奶，你们等我回来。孙儿，一定要回来。
你乖孙儿去杀贼了，要不了多久就回来了。我儿子跟你一起去杀贼，你也说过不了多久就回来了，可最后只回来了你一个人，身上还到处是疤。当家的说你凯旋归来，我定第一个去城门接你，会穿上红裳，里面穿着白衣，祝你凯旋。这身红裳也是给你的庆贺。说你有不测，这身白衣就是引你回家的素饭，可姨娘心里只盼这一身红裳永不被脱下。夫人，家里辛苦你照顾了。出门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放心吧，娘子。一路上小心啊。早去早回。今夜赴咒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汉家的儿郎们，他们欺我同袍近100年，终被我大明驱逐塞外。可如今，他们又要回来入主中原，欺辱我汉家妻女，奴役我汉家儿孙。洪泽湖一带本是渔民之乡，却被他们圈了去做马场，把我们的百姓埋了做肥土，此恨何止？我叶青虽为一介书生，为何倾尽家财造炮筑家？只为了以后他们的铁蹄不再接我山河，只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读的仍是唐诗宋词。我一介文臣尚能如此，你们这些顶天立地的武人，该当如何？杀！明君威武！大人威武！明君威武！将军威武！诸位，握紧你们手中的刀枪，挥舞长矛，不死不休！日月山河永在，大明江山永在！大明江山永在！杀！这叶青一介文臣，在军中竟有如此号召力，寥寥几句便让将士为他舍生忘死。这等军事领导水平，咱也就在徐达身上见了。若再给他几万兵马，这小子难不成真能打到京城逼咱退位？大王，前方便是雁门关了。攻克此关，大明北境将一马平川，中原之地再无险可守。我大元复国有望啊！听说这雁门关守将都听一个7品县令的号令，本王所派的使臣马哈木也是被这县令所杀。是大王，此人名叫叶青，贱民出身，3年前科考中举，接任雁门县令。上任之后大肆敛财，甚至屡屡劫掠我草原女子去青楼卖艺，简直可恨至极。不过文人长兵显然不通战法，这几个月我们派出几百匹探马，传回来的消息无一例外都说雁门关守备空虚，军械生锈落后，根本不值一提。不错，大王只要给属下2万兵马，我派人日落之前便可大破雁门关。你们想的太简单了，或许探马看到的，只是对方想让你看到的。报，大王，东路大军集结完毕，请大王率领。报，大王，西路大军集结完毕，请大王率领。叶青嘛，本王今日先探探你的虚实。
王保保，后世史官称你为元末最后的名将，当今陛下称你为天下第一奇男子。今日，我叶青便在这雁门关外，与你这个所谓的奇男子博弈一局，既决高下，也定生死。王保保，该你了。来人！大王，传本帅军令：东西两路大军5000骑兵平铺冲锋，5000近战步兵平铺冲锋，5000辎重攻城步兵将攻城辎重推进至射程范围之后，立即开火。其余步骑辎重待命。是。大元的部队开始进攻了，步骑兵在先，辎重在后。王保保看来是要用手鼠两端的打法。如果咱们先打骑兵部队，辎重就会趁机冲锋；如果先打辎重部队，步骑兵就会率先冲到雁门城下。这王保保不愧是陛下口中的天下第一奇男子，一身战法千变万化。是啊，就连咱们大明第一战将徐达也曾经败在他的手下。就是不知道咱们这位叶大人，在这位奇男子手下究竟能够撑多久？这是逼着本将2选1吗？你这个齐王殿下，好生算计。不过王保保，你失策了，辎重与步骑，本将都要拿。今天本将就让你好好领略一下，什么叫做火力覆盖。传本将令，全军上下不再藏拙，所有士兵换装新甲，所有新式火舞大炮拉开炮翼，推出女枪，列阵待命。传我将令，东西2门骑兵直线距离冲锋，吸引炮火，攻城辎重伺机推进，出大炮射程，进抵雁门城下。传令，东西2门配备100余门新式火舞大炮，以矩阵错位打法调整射程。以最大射程计算，50步为一个距离单位，20门炮负责一个距离单位，从最大射程打到最小射程。无论骑兵、步还是辎重器械，只要有一个北元的士兵还在矩阵之内，就以这种方式给我周而复始的打，实施地毯式的火力压制，不能让一人一马抵进我雁门城下。传令，东西2门各增援1万骑兵，全力冲锋，人海战术，突出敌方炮阵，争取与明军近战绞杀。传本将令，若有步兵侥幸逃离炮阵，弓箭手以密语箭狙击。城内投石机阵伺机发动。传令，再增派1万重装步骑，不惜生死全力冲锋。日落之前，必须冲过明军箭雨。传令东西2门，长型盾牌兵1000，长矛兵1000，近战刀盾兵1000，于城外200步列阵。若有步骑逃离箭雨乱石，矛盾拒马，刀盾砍杀。敌军火力太猛，我东西2路大军都首战失利，冲锋过半，丧失5000步骑大军，合计丧失1万步骑大军。报！重甲破阵骑兵被火炮重创，均折损殆尽。2位将军询问是否可以暂时撤兵，商议出对策之后再战。狗日的叶青，难怪一直抓我们的探子，原来是为了隐藏他私造的大炮，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啊！狡猾的汉人，等我们打出去，一定断了他的兵工坊，用这大炮去打他们大明朝廷。传本帅军令，西2路大军得撤回1兵1卒，不惜代价将攻城辎重送抵雁门城下，让他们开始攻城，后续20万大军一起全军压上。王爷，叶大人就是厉害，私造的炮火攻弩床，威力大射程远，跟叶大人的武器相比，
咱们朝廷造人都是堆破烂儿，这北元军还没冲到城下，恐怕得轰死上万人了吧？哎，现在还不是进攻的时候。虽然咱们的大炮和箭矢杀了他们80%多的人，可是他们依然悍不畏死，继续进攻。接下来就是最残酷的血肉搏杀了。叶青说的对，这只草原狼必须把他们打服才行。一次北伐不行就2次，2次不行就3次，打得他们亡国灭种，打得他们心服口服，再也不敢越过雷池半步。陈将军，北元铁骑已冲过炮车陷阱，直达雁门楼下。传令，弓箭手，箭雨阻击，矛盾拒马阵，刀盾兵，进战准备。剩余将士，随我一起出城冲杀！刘大哥，你怕吗？怕个屁！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叫什么？在！如果我倒下了，踩着我的尸体继续杀他们，抱着这帮兔崽子的腿，让你们杀个片甲不留。说的对，他们勇敢，我们更勇敢；他们不怕死，我们更不怕死。今日这片土，要么插满我们的旗，要么躺满我们的尸。给我杀！大人，北元撤军了，咱们首战打赢了。初战而已，接下来的战斗只会更加残酷。传令下去，全军不得懈怠，加强守备，以防北元夜袭。是。另外，打开城门，把那些阵亡和受伤的兄弟都抬进来吧。伤者医治，亡者埋在雁门山下，这是本官答应他们的。是。哎呀，这又是哪家的孩儿啊？哪家的孩子有什么区别？这县城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这些都是咱们的孩子。该死的北元，和平贸易不好吗？非要进来抢。今晚又不知道有多少人家门前的红绸要变成白布啊！雁门左卫第5千户所，李小勇的家属是这家吗？是。孩子，疯了！下这时中枪，回家就轻松了。爷爷给你把脸擦干净，干干净净到地上去见你的爹爹。嫂子，刘大哥他……对不起，我们没找到钟哥的尸体，只有他的一把佩剑。没有尸体，我不相信他死了，我要去找他，他还活着，我要去找他。哎，
来接你回家。我们回家。婉儿，等战争结束，从府库取10万两白银，分发给烈士家属。他们都是英雄的妻女，我们要替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照顾好他们。老李啊，来尝尝，叶大人送来的酒肉到了。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娃没了。若我年轻10岁，定去战场上给娃儿们报仇。现在也可以。老李说的对，现在也可以。这些老兵虽然老了，可是战场上的功夫还没忘呢。好，好，好，叶大人，今日首战就告捷，以少胜多，你今日的战绩足以彪炳史册了。怎么，现在不说本官文臣掌兵，视同谋反了？咱相信，叶大人只要给陛下写一份认罪的折子，以叶大人今日的战绩，再加上陛下的英明，想必应该不会太过追究你。言之有理。本官正想给朝廷递战报，这样，这奏折由你这个参将来写。好。你叶青也有给朕认错求饶的一天，一会儿咱非得好好听听你这个请罪折怎么写。叶大人，开始吧。陛下在上，我雁门驻军首战告捷，东西二门共歼敌人28000余人，俘获战马5300余匹，而我雁门驻军死伤不足500人。这都是我雁门驻军全部将士的功劳，是李晨等4位将军治军有方，更是臣运筹得当之功。这叶大人倒是毫不谦虚。当然，臣知道，陛下文官不得掌兵的法令，然臣依旧以文臣之身，私造大号，巧夺兵权，掌控雁门之兵防。臣虽知法犯法，但陛下不得降罪于臣，否则陛下必将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你他妈这是认罪的折子吗？你他妈这是认罪的折子吗？我看分明是求死遗书。我说的有错吗？本官2万驻军，硬扛北元30万大军，替那朱皇帝镇守国门，于民有益，于国有功。本官不求加官进爵，那朱皇帝就烧高香吗？怎么，还想降罪于我？当然，身为一个优秀的臣工，若是陛下降罪于我，我定欣然赴死。可是这朱皇帝要错杀功臣，定会被他后世儿孙定在那历史的耻辱柱上。上次那份求死的奏折没能让朱元璋杀我，这次我反其道行之，我看那朱元璋还能忍住不杀我。叶大人，这理是这么个理，但不是这么说的嘛。当今陛下吃软不吃硬，有时候你认罪求死，他反而不会让你死；你要是求生呢，他偏偏让你死。我觉得就写一封，就说臣擅自掌兵，罪该万死，求陛下赐死之类的话。你认错态度越好，陛下就越有可能让你活下来。不必了，本官为人一向如此，
心里想什么说什么，从不说违心的话。你就如实写，快快快！当真？当真，写。好啊，好得很。你想死，咱也不拦着，老子就瞪大眼睛，看太子看见这份奏书后杀不杀你。好了。哎呀，写的太好了，写的太好了！来人，此战报800里加急，送往京城。这叶青如此写战报，可真是找死！怪不得父皇上次看了之后大发雷霆，这奏书，便是连本太子看了，都想杀他。你是父皇带去雁门的亲兵。父皇看了这奏书之后，有什么反应？陛下并没有说什么，是杀是留，陛下让太子殿下自己决断。而后以陛下的口吻给叶青写信。不过什么？看陛下的神态，似乎有些生气。我知道了，你下去。是。这年头，能让父皇想杀又不舍得杀的人，还真是不多。叶青啊，叶青，孤倒是想看看你这位让父皇都无可奈何的人。来人，你旨。陛下有旨，通报雁门知县叶青出门迎驾。哎呀！你们来的正好，快随我出城迎接圣旨。什么？你让咱陪你去迎接圣旨？当然了，那可是如皇上亲临的圣旨。不用迎接吗？我发现你这个老小子，自以为能跟陛下说上几句话，仗着山高皇帝远，这么不重视他，小心本官参你。还有你们穿的，这都什么东西啊？丢人现眼！快，回去换一身得体的。婉儿，上签一定要带够，不管是传旨的太监，还是亲军护送，这一路跋山涉水的不容易，茶水钱还是要给的。走。妹子，这小子一向大逆不道，这么快就转性了？一封圣旨就让他跪得这么老实？这不是好事吗？说明咱们叶大人心里啊，并非无君无父。哦，是啊。走，咱们赶紧换衣服，看看这小子如何跪接圣旨。哎呀！圣谕驾到，有失远迎。叶大人，免礼。叶大人，接旨吧。哎，等一下，诸位，一路辛苦啊！圣旨不着急，挨个领赏。赏。我的妈呀！叶大人这也太大方了，一出手就是1000两，还是当着陛下的面，咱这的酒足还没活够。不，叶大人，这我不能收啊！叶大人还是赶紧拿回去吧。这真不能收啊！这叶大人比咱们京城来的土包子有钱多了，他愿意给就拿着呗。啊，那就谢叶大人厚赏了。叶大人，跪下，接旨啊！哦，我腿脚不太好，公公，您就直接宣旨吧，好不好？宣旨。那好吧。雁门县知县叶青以文官涉军指战，实乃有违朕意，按罪当斩。然卿以国事为重，以保境安民为重，明知罪责难逃，也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之。卿之行径虽有不妥，却不失赤胆忠心，带领雁门军民首战告捷，实乃功大于过。朕心甚慰，望卿再传捷报，
待徐达大军抵达后，朕自会依据卿之文武剑术，论功行赏。钦此。叶大人，叶大人，叶大人，接旨啊！婉儿，我们走。跳！哎，这王八羔子不屑之也就罢了，还拿着圣旨拍马屁！这个乱臣贼子，乱臣贼子！快去，把我砍了这个乱臣贼子！老爷，且慢，且慢！老爷，临阵斩将是兵家大忌啊，不如等战事结束之后再说，也不迟啊。是啊，老爷，况且咱们这点兵力，在这雁门县，怕是也杀不了叶大人，到时候吃亏的怕又是咱们呀。叶青，你给老子等着！这个皇帝老儿到底怎么回事？难道换了人做不成？我都已经把他威胁成那样了，他竟然还能忍，看这意思还要战后封赏我。我靠，他怎么能这么贱啊！看样子只能此战之后在农税上做文章找死。下雪了，快看，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大人，下雪了呢。是啊，下雪了。北原那边也该有新的动作了。婉儿，去请诸位将军，就说本官备了好酒，请众将军共饮。大王，下雪了，你看。现在是绿草白点，等明天起来就变成白茫茫一片了。本王休整月余，等的就是这一天。还好，长生天站在我们这一边，风雪来的比徐达快。咱们还剩多少粮草？大王，粮草足够，供半月使用。太多了，稍后派人一把火将剩下的粮草点了。大王，你这是听说过破釜沉舟的故事吗？来人，在传令三军，粮草被奸细所烧，不想被饿死，明天就给我打进城去。午夜之后，左右两路大军布马迎上，除前营1万大军之外，全部摸黑与我会合。天明之前，必须整军完毕。是。大人，您是说明日北原会再次发动进攻？没错。停战月余，我料他王宝宝定是在等今年的第一场雪。来得好，他们再不来，老子这刀可要生锈了。诸位，徐帅的大军3日之后便会抵达，所以明日一战将是我们与北原大军的最后决战。此战结束之时，便是我雁门驻军任务完成之时。到时候，本官还在这里为诸位将军摆酒。这一战，下官别无所求，只盼众将军都能活着回来，与下官再饮此酒。下官叶青，恭送诸位。保重好身体啊，夫人。好的，夫君，你一定要好好的。放心吧，我肯定会回来的。我会回来的。放心吧。
李老将军啊，还有诸位老将军，你们这是？郭院长，辛苦你这么多年来一直照料我们这群老骨头了。我们这一走，你们也能好好歇一歇了。诸位啊，你们真要非去不可吗？你们当年把他们打出中原，而今就让后辈们来守住吧。一代人干一代人事情，总不能让你们把事情全都做完了。你们说，难道不是吗？你说的没错，但保护自家的儿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做不到看着儿孙在前面拼命，我们却在这里吃安生饭。这些孩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你不知道，我们捧着酒肉，却看到他们躺在板车上被人送回来，那滋味噎在嗓子眼里，咽不下去啊！我们都是跟着陛下北伐过的兵，我不想穿着这铁饭碗，一口一口把自己吃死在病榻上。如今穿上这甲，这大雪天里，我倒觉得从未这么暖和过。喂，甲是冷的，可血是烫的。我儿子没了，我啥都没了，就剩这副残躯。最后，给孩子做点事儿吧。老李，时辰不早了，走。哎，等等，你们啊，先别走。人都到齐了吗？齐了，但是郭院长他们还没。兵贵神速，不等了，出发！送老将军们远征！全体都有，向左转，出发！报，雁门关中门观察手来报，已经听到对方吹牛角号，另听到马蹄雷动，看到北原大营已被漫天雪花掩盖。观察手目测不下20万步骑大军在整军列阵。传本官令，东西二门紧闭，中门打开，战事不休，不得关门。另外，传令中门守将，我军超远投石机始终最大射程，万人敌就位，敌人一旦过线，自有攻击。弓弩床阵，中门就位，投石机阵就位，空中火海阵就位。大王，雁门守军已经出城列阵，可雁门关中门却始终大开。雁门关中门城墙之上没有一支大炮炮管伸出女墙。中门大开，下去吧。是。大王，汉人狡猾，尤其是这叶青，他打开中门必然有诈。臣建议绕开中门，继续进攻东西二门。不错，汉人比草原上的狐狸还要狡猾，我们必须要小心。对，有诈又如何？凭那叶青再诡计多端，绝不可能以2万守军阻挡我20万钢铁红牛。现在，本王就问你们一句：这中门之地，一无大炮，二中门大开，你们敢不敢不死不休的打？敢，就喝下这碗马奶酒；不敢，你们就不配自称是天狼神的后裔，长生天的子民。传令，以1万重甲骑兵为先锋，突破城外明军的矛盾巨马阵，3万部族卸下云梯，紧随其后，直扑城垣。待3万攻城辎重推进至射城后，集中火力攻击城墙。报，大人，敌军朝我中门而来，先锋1万重甲骑兵，中军3万步兵，后阵3万辎重，各军间距50步，尚未发起冲锋。
王宝宝，我早料到你会攻中门。传令李将军，天寒地冻，人马冲锋的距离较秋季必会缩短，重甲破阵旗的冲锋极限不会超过1100米，而我军超远投石机的射程为1300米，所以让他第一枚万人敌一定要投到敌军骑兵的队列之中。万人敌一响，所有投石机自由飞行，能砸多少砸多少，直到他们完全脱离射程范围。接着，弓弩长安计划，狙杀敌军将领和大刀骑射，尽全力消耗其骑兵。好啊，好啊，这火油弹果然比炮弹还厉害，叫他万人敌就真不虚。李将军，这就是你们叶大人的大手笔。寻常的火油弹只燃不炸，经过叶大人改造后，触地即爆，内含铁片飞镖，方圆10米皆成死地。老爷，叶大人实乃天纵之才啊！这玩意儿比朝廷的红弩大炮厉害多了，怪不得叶大人敢说只凭2万精兵就能打到京城，比陛下。叶大人厉害的可不止这些。传令，在弓弩长就位，让北原蛮子好好见识见识叶大人为他们准备的穿甲军舰。是。大人，经一日鏖战，敌军破阵重甲骑兵已全军覆灭，我军杀敌4万人，伤亡人数不到300人。杀了多少？夫人，是4万。这怎么可能啊？在别人那不可能，但在叶大人这里，从无不可能。杀敌4万吗？那这会儿，王宝宝怕是跑过。你首战葬送我3万部众，今日又折4万。重甲骑兵全军覆没，我们现在怀疑你暗通朱皇帝，把我们北原部众骗进来杀。没错，你先将你的亲妹妹嫁给大明的皇子，那时候他早已跟朱元璋勾结，我们当初就不该信你。你们只记得我3战皆输，却忘了去年我大破徐达，斩敌3万。若我真的与朱元璋合谋，他怎会舍得舍弃徐达这等大将，3万精兵来陪我演戏？来人，大王，传我将令，全军饱食，申时过半，全部下马布战，舍弃所有辎重，只带3弓强弩和弓箭，待风力向南，给我全军射箭。是。叶大人，你的火器再厉害，也做不到完全覆盖，更做不到毫无间断的打，这叫人命铺路。你又该如何应对？王宝宝，接下来你该动用人海战术了吧？传令李将军，充分利用我军远程兵器的优势，层层消耗，能杀多少杀多少。另外，传令全军做好出城近战准备，最残酷的时刻要开始了。是。报！大人，前方奏报，徐帅大军于今晚抵达。我知道了。大人，徐大将军就要到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了。是啊，只是终究有太多将士们见不到黎明了。将军，正如叶大人所料，他们放弃了战马，全部改为了步兵。头排步兵之后，还有很多的弓弩床车。不过他们没有发动冲锋。奇怪，他们在等啊？他们难道不知道徐达大将军马上就到了吗？他们是在等风。
风来了，长生天必有。南风来了，我狠狠地射，把你们的怒气全都顺着南风撒进雁门守军的身上去。剩下的儿郎们，全部给我拔刀，让他们被击中，给我冲锋！快，给我顶上！将军，全县的老兵都来了，他们要请战，我们的人根本就挡不住，已经被撂下好几个了。这群老祖宗怎么来了？我拿这群老祖宗也没有办法。这件事情只有叶大人能够做主，快去禀报叶大人。好。报，将军，北原步兵先锋部队已冲出投石机射场，即将进抵雁门城下。传我命令，所有的弓箭手带一刮北风，就箭雨齐射。所有的大炮，所有的投石机，把炸弹给我向人多的地方里砸。所有的炮弹打完以后，给我出城杀敌。上！哎，老爷，你不能去，你不能去！李将军都上阵杀敌了，老兵们都来请战，我这个参将难道不看着吗？哎，陛下，咱们大明朝还没到皇帝拼命的时候，臣知道您现在的心情，臣替您去。叶大人，不能让他们上战场。他们年轻时候随陛下北伐，都是九死一生活下来的。是儿，大人。他们已经为驱逐胡虏立了功，我三叔腰上、腿上都是刀伤，现在还没有到要他们拼命的时候。传我军令，告诉李将军，允许老兵参战，把他们编入矛盾拒马阵之后，第一梯队进战兵，让他们再好好的为年轻的将士们上一课。大人，叶大人，你怎么能？你们不会明白，一个被伤病啃食了半辈子的老兵，要重新握紧手里的刀枪，得熬过多少的疼，咽下多少苦。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些老兵从见到首战阵亡的儿郎那日起，便已经咬紧牙关，练成了那些生锈的本事。如今他们能瞒着我来到雁门关下，定是穿过了早已荒废的林间险道，一路劈开荆棘，才来到了这里。他们如此费力瞒着本官，又是为了什么？不过是不愿哭死在病榻上，不过是想再给身后的子侄再上最后一课。我愿成全他们。我知道，这些人当中，或许有你的父亲，有你的叔伯长辈，你可愿跟我一样，成全他们？是。叶大人刚才所言极是，是我们浅薄了。不过，民女实在好奇，叶大人年纪轻轻，竟如此熟知老兵心中所想，仿佛就像亲身经历过一般。如果我说，数世之前，我也曾是名老兵，你信吗？冲吧，你曾经的部下回来了。不过，他们却不是因为你回来的。孩子们，看好了，这才叫杀敌！
硬扛不行，要用身法和脑筋去打。个子大不一定会赢，想要在战场上活下来，就得看着敌人，冲过去，绝对不能把后背留给敌人。杀！天高云淡，我不能飞燕，到长城非好汉，亲自形成2万。各盘山上高呼，红旗万卷西风，杀！今日长营在手，何时复出苍龙？你们别无选择，要么随时饿死，要么用你们剩下的半条命与本官一起拼出一个美好的未来。佛家一个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但本官不信他，因为那是虚无缥缈的神佛。你们能信他，只有靠你们勤劳的双手和我这个发誓，只要你们不穿新衣服，我就永远只穿打补丁官袍的叶大人。婉儿，日月山河还在，大明江山还在。快冲上去！郭将军，李大爷想见你一面，他说他和你一起打过仗。快带我去！是。他还能活多久？将军一看就是行家，老李要是再年轻10岁，或许还能有希望挺过去。但是现在，他全身上下一共16处刀伤，换做常人早就血流而死。但他一直重复说要见城墙上的郭将军，兴许就是这个念头让他撑到了现在。我佩服这老家伙，明明吃上了铁饭碗，却非要上战场。我用一片长白山人参吊他一口气，然后让人去请郭将军你。话说郭将军，你认识他吗？认识，也不认识。大夫，你先回避一下。我和将军说2句话。陛下，草民有话对您说，能带草民去地里吗？好。将军，不能带走，他快不行了呀！咱去替他完成最后一件事。老哥哥，你有什么话？
要对朕说啊？陛下，曹明何德何能，敢当陛下的老哥哥呀？哎，凡我大明百姓，尤其是你这样的农民，只要比咱年龄大，就是咱的老哥哥。更何况你曾经还是咱的红巾军，老哥哥，咱对不起你。咱做了皇帝，却没让你们过上好日子。陛下，曹民能再叫你一声大帅吗？咱又是背你出来，又是为你驾车的，还不能叫一声大帅？叫重八都成，够你下去以后吹一阵子了。阎王爷都得羡慕嫉妒你。确实够阎王爷羡慕了。大帅，其实在养妓院之时，我就把你和娘娘认出来了。娘娘还是那么面善，还是那么漂亮，您还是那么一副谁都欠您钱的样子。我当时就当年你怎么不敢这么对咱说？当年我还想活着回家，现在我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了。陛下，当初曹民在红巾军里一路干到了总旗官，不然也不能好几次都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眼你这个朱大帅。陛下别说话，听曹民说，至正27年10月甲子日，你拜徐达为正路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北进中原。你发布与中原军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华夏，立纲陈纪，救济私民。你感召北方人民反袁，曹民追随大军取山东，进河南，夺潼关，攻大都，最后在西进山西，攻打雁门关之时，曹民重伤，就留在了这里，没能走完这北伐全线，不然曹民也能赶上洪武元年的开国大典，老个扶千户干了。老哥哥，是朝廷对不住你们，是咱对不住你们。老哥哥，你还有什么愿望？你现在都跟我说，咱一定满足你。啊，陛下，此话当真？咱不，朕乃天子，天子当一言九鼎。那就请陛下答应曹民，不要杀叶大人。老哥哥，原来你在这儿等着咱呢！啊，陛下，其实曹民当年也和您一样，看不惯他的行事作风，但后来曹民的看法就完全变了。叶大人不惧权贵，为国为民，他真的可以成为陛下的得力臂膀。老哥哥，咱也想他成为咱的得力臂膀，只是，罢了，
朕答应你，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绝不杀他。我想看到明年的丰收啊！老哥哥，你还有什么遗愿要对咱讲的啊？曹民是重庆府的人，祖籍何州县，我的祖上就参加过钓鱼城保卫战，好像弄死蒙哥大汗的那一仗。我爷爷说，援军进重庆城的时候遭遇激烈抵抗，进城之后他们就大肆屠杀报复，他们对我们的统治也很残暴，所以我们从小就恨他恨得要死。晓得各地抗援之后，我们就出来投奔。从朝天门码头上船的时候，我现在还记得好多婆娘在岸上挥手呢。只是我这个爹娘和婆娘都死了。洪武4年，唐河大将军灭夏，收复重庆。可是等我晓得的时候，都是去年了。我本想着明年这里丰收之后，扛着这里的大米回老家去过个年，现在不用了，我马上就可以到家了。老哥哥，老哥哥，老哥哥！朕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办到。朕会摘下你那刻有姓名的胸甲和阴魂的头发一起回家。等朕对重庆府官员下达圣旨之时，就让钦差送你回家，就从朝天门码头上岸，然后葬回河州钓鱼城。身体留在这个家，附有阴魂的头发回老家，你看要不要的啊？李将军，朕决定了，朕现在追封你为正四品，指挥前事。报！3万朝廷大军出现在西门敌军后方，是父子将旗。报！3万朝廷大军出现在东门敌军后方，是蓝字将旗。报！大批朝廷兵马出现在北元主力大军后方，是徐字帅旗、李字将旗跟汤字将旗。知道了，知道了。是。大人，是徐帅，徐大元帅的大军到了。报！大人，雁门关中门战场外，北元主力大军后队变前队，紧急北撤。正下午雁门关扑来的北元主力部队紧急北撤。大人，我们胜了。胜利就在眼前，但现在还不是欢庆胜利的时候。传我官令，配合朝廷大军围剿溃兵，能杀多少杀多少。战斗结束，邀众将军进城。蓝玉出兵。大人，蓝玉将军可是公认的猛将，和朝廷武将的后起之秀，这样好吗？让他多吹吹风，给他和他的部下降降火，免得死得太惨。是。史书记载，这蓝玉本是将帅之才，却因飞扬跋扈，屡教不改，被朱元璋早早赐死，令我华夏折损一员大将。而今我既然到了这大明，就替朱元璋管这骄兵悍将。他娘的！小小的7品县令，敢在老子头上撒野，不让老子进城是吧？
子就带人打进城去。蓝玉将军是吧？叶大人让我请你吃冰，给你消消火。这叶大人是有多看不起老子，带着你个残废来请老子吃冰？蓝玉将军，请你放尊重点。现在给你2个选择，要么像狗一样叼起桶里的冰块乖乖吃下去，要么一会儿我打到你跪在地上，亲自喂你吃。蓝玉将军，你可曾拜过？未曾拜过。那我便让你尝试一下，什么叫彻头彻尾的失败。那我便让你尝试一下，什么叫彻头彻尾的失败。什么意思？你穿着近乎于全身防护的甲胄，四肢健全，手持战刀，而我却仅凭一身布衣，身有残疾，赤手空拳。如果一招打得你不能还手，那便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蓝玉将军，你真以为你的不败战绩靠的是你自己？你麾下永远都是最精良的士兵，而面对的都是强弩之末的敌人。你的不败7分靠运气，3分靠骁勇，可你自己从来都没有认清这一点。今日你一身甲胄，而我赤手空拳，你输的不仅是这一场交手，更是输给了你自己的狂妄自大。你总说自己武艺冠绝3军，可曾想过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的战绩或许在别处可以称道，但和叶大人雁门关一战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多谢高人指点，蓝玉受教了。我只是叶大人的隐卫打手，我不懂这些，是叶大人让我教的。蓝玉将军，给你最后的警告，不要学陛下，尤其是收义子这个陋习。有些事情陛下可以做，叶大人也可以，但你这个陈宫不行。换身衣服进城吧，叶大人还在县衙等着你吃饭。来来来，各位将军，快请入座。大人，请。参见。草民郭瑞乃京城皇商，久仰各位将军大名。来之前就听闻陛下和娘娘已到雁门微服私访，现在看来果真如此。看陛下的意思，应该不想暴露身份，那就只能先陪陛下演戏。徐将军，您怎么还不入座？各位将军快入座呀！先不坐了，还是等一下你们叶大人吧。还等什么？吴大人都说了坐，都坐。走。哎，对，走吧，快坐，快请。各位将军远道而来，来，让我们共饮此杯啊！啊，草民郭瑞敬各位将军。来。诸位将军，下官来迟了，略备薄礼，还请笑纳。好讲。早就听闻叶大人的兵工厂比朝廷的都好，今天看来果然不假啊。堂帅过誉了，一会儿下官会让侍女将这些礼物送到各位将军的住处。哎呀，甚好。哎，你坐了本官的位置啊？你的位置？这不咱的位置吗？我今天是宴请列位将军，
你一介剑商有什么资格上桌？不用，在把他给我拉出去。是。吴大人先坐。叶大人，坐我这里啊！来。徐达进亲自帮郭瑞解围，本官所料不错，这郭瑞果然是青山，恐怕官职还不低。好吧，既然徐将军给你求情了，就坐那儿吧。天杀的叶青，给咱等着！叶大人，年纪轻轻的就为大明立下不世之功，真是后生可畏呀。只是不知道叶大人可曾婚配？若是没有，吴家有小女妙锦待字闺中。不知叶大人啊，谢谢徐将军的美意啊，下官还没有成家的打算。哼，他哪里想成家呀？他要是成家了，有女人管着，哪像现在美女环绕，夜夜笙歌，天天不带重样。徐帅的提议，民女觉得可行。叶大人现如今是守土有功，日后上农税之时，必定再立新功。那时候啊，陛下定会给他加官进爵。等到那时，叶大人再与徐帅的闺女相配，也不至于太过高攀了。哎，娘娘。郭夫人说的是，索性咱们今天就做媒啊。叶大人日后高升了，好让他和徐帅的闺女完婚。叶大人，这事儿就这么说了算了，我们几位将军亲自为你做媒。你若拒绝的话，那可就太不给我面子了。算了，农税过后，我定会被朱元璋赐死，到时候这个婚约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那下官就多谢诸位了，多谢。叶大人，哪位是叶大人？叶大人在哪儿？蓝玉，你怎么现在才到？徐帅，哪位是叶大人？我身边的这个就是。在下蓝玉，拜谢叶大人的教导之恩，蓝玉将一生谨记。这蓝玉是典型的骄兵悍将，咱和徐达都教不得他，这在叶青面前就变乖了。蓝玉将军，快请进。下官这样做，也是为了大明多一位真正的将才。蓝玉将军，入座吧。郭三将见到蓝玉将军，还不让座？早就听闻陛下和娘娘冒充皇商身份，微服私访考察叶大人，本以为是谣言，现在看来真是如此了。郭三将见到蓝玉将军，还不让座？好。不用，叶大人，我不累，我站着就行。哎，你们坐。来，坐这儿。几位将军，下官也备好了客房，这就送诸位去客房住下。多谢叶大人款待了，应该的。等一下，不用，过来。是。一会儿你去赛贵妃会所，给我找几个腰细腿长的姑娘，送到诸位将军的住处。在他们离开之前，让他们好好感受一下咱们雁门县的异域风情。是大人，属下这就安排。各位大人，这边来。好。各位玩得开心。这天杀的叶青，咱来了这么久，都没给咱享受过这待遇。大人，徐达将军已率军北上，继续清剿北渊残部。郭老爷一行也已押运货物，即刻返京。对，这是郭夫人让属下交于您的信件。叶大人若想前程坦荡，加官进爵，今年赋税务必如实按期足额上缴。大人，郭夫人信中说了些什么？没什么。对了，咱今年的赋税都收缴完了吗？大人，早都收缴完了，只等您一声令下，便可运到京中上税。做得漂亮，剩下的事情你就别管了，我会亲自负责。至于你啊，以后每天忙完衙门的日常事务之后，
多读读我留给你的那本《为官政要》吧，对你的仕途会有帮助的。大人，你怎么一副说后事的语气啊？难道您要离开雁门县了吗？哦，我知道了，您在雁门县为期3年，期限已满。这次上完税，陛下肯定会给你一个更大的职位。大人，您也是时候离开雁门县了啊！是啊，本官此时在这雁门，不知不觉已有3年，是该离开了。大人，上税的马车已经启程，属下估计来年开春的时候，陛下封赏您的圣旨便会到达。属下先行恭喜大人高升了。奇怪，大人这是怎么了？儿子，这几个月你辛苦了。娘，儿子不辛苦，您和爹才辛苦。终于可以和爹娘一起吃早饭了。那你多吃点。好的，娘。还得是咱妹子泡的这个粥好喝呀。这次我们去雁门县，那个叶青的什么粥啊、牛奶、馒头、煎蛋啥的，是又不好看又不好吃。咱这辈子，最喜欢的就是你娘熬的这口粥啊。耀儿，你也趁热吃啊。好。耀儿，这段时间你辛苦了，爹呢本该表扬你，但是你瞒着爹啊，给那个叶青写表扬的圣旨，害我出丑这件事，爹要跟你好好算算账。朱重八，你要找我儿子算账？他为你监国数月，你看都瘦了好几圈，你这个账你怎么算？坐坐坐啊！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赶紧拿走，拿走，拿走。爹，吃完早饭该上早朝了。好，知道了，快吃吧。好。此次雁门之战大捷，聚歼北元大军25万于雁门城下。雁门县令叶青及诸军居功至伟，各位以为朕该如何赏赐雁门诸军啊？臣为陛下贺，为大明贺。臣请求陛下为雁门将士论功行赏。那是自然，咱的意思是该如何赏赐雁门县令叶青？微臣觉得此人虽有大才，但棱角未平，屡次上表冲撞陛下，本该严惩。而今既立大功，功过相抵，不必另行嘉奖，命其再在雁门县连任3年便可。吾相所言极是，年轻人心浮气躁，应该在当地多磨练磨练才是。陛下，臣不同意胡相所言。叶大人有惊天伟地之才，若不重用，则是我大明朝的损失，更是千万百姓的损失。父皇，儿臣也觉得，像叶青这样的人才，理应重用。天德，你的意思呢？回陛下，臣以为对叶青的任命可以再等等。哦，等什么？待雁门县今年的税赋入库，若是叶青真能够上缴足额乃至超额之税，
可见其有安民理财之能。届时，陛下再行擢升，方为稳妥。好，朕啊，就听天德的。等雁门县的税收到齐了，再做决断。哎，天德，朕怎么听说此去雁门，你和叶青还结了门婚事啊？陛下，那都是席间翠语，做不得数。哎，怎么不作数啊？朕决定了，等叶青的税收到齐了，朕呢不但给他加官进爵，还要给你们两家赐婚。臣待小女妙锦，谢陛下恩典。哎，免礼免礼。陛下，雁门县上的税到了。好，速令户部前往查验盘点，登记造册，即刻来报。遵旨。参见陛下。陛下，雁门县税务已清点完毕。哦，数量如何？回陛下，雁门县所上布帛、盐铁等诸项杂税，皆冠绝全国，数10倍于邻县。好啊，朕真的没有看错他。哈哈哈哈。可陛下，其农税一项，微臣反复核验，绝有蹊跷。什么问题？雁门县所纳农税折银仅250贯，所缴粮赋食物亦只有250斤。只有250斤，这点粮食都不够1人1年的口粮。咱雁门县再穷，也绝不可能只产这点粮米。陛下，此必是那叶青贪墨节流、欺君罔上，臣请严旨查办。吾将所言极是，农税钱粮皆250之数，岂是巧合？定是那叶青故意为之，借此羞辱朝廷。此等狂悖忤逆之徒，不杀不足以正纲纪。臣请陛下下旨处死。臣等附议，请陛下严惩。父皇，叶青行事虽一向特立独行，但绝非蠢钝自毁之辈。这此中恐怕另有隐情，或是听事不力，只是欠收，亦是押运途中遭有变故。儿臣恳请父皇前事详查，再作圣裁。陛下，臣也以为此事蹊跷，应先派遣钦差前往调查。不必查了，先欠没欠收，朕心里比你们任何人都清楚。你指雁门知县叶青克扣税银，欺君罔上，上负皇恩，下虐黎民。着，锦衣卫指挥使毛香即刻前往雁门，捉拿叶青，押解回京问斩。如有反抗，格杀勿论。算算日子，此次我的圣旨，明日一早就该到了。时世轮回，终于要结束了。最后，就留一封信送给大明皇帝吧，就当我叶青留给大明，为后世留下最后一份礼物。尊敬的皇帝陛下，当您看到这封奏书的时候，臣已被您赐死，但臣不怪你，还会对你千恩万谢，因为臣是来自600年后的穿越者。臣改良道种，研发兵甲等诸多治世本领，皆来自后世所学。臣知道您看到这些时，对臣的话仍持有怀疑态度。不过没关系，接下来臣将预言您3件即将发生的大事，来佐证臣所言非虚。第一件事，洪武7年10月27日，陛下的嫡皇长孙
朱雄英主事，于洪武15年5月初1薨逝，只活8岁。第二件事，陛下的发妻皇后马秀英，于洪武15年农历8月底薨逝。第三件事，陛下新力培养20余年的储君，当朝太子朱标，于洪武25年4月25日崩逝。臣预言的3件大事，便是陛下壮年死子孙，死老婆，老年死儿子。臣知道，陛下看到此处，定恨不得要挖出臣的遗骸，再补个千刀万剐的刑罚。但臣还请陛下稍忍几年，如果在对应的时间，这3件大事没有发生，您再将臣挖坟抛骨，臣绝无怨无悔。当然，臣若活着，或许靠着后世医学知识，能让这3件丧事延后发生。但可惜，臣已被您赐死了，您后悔也晚了。臣言至此，只为一件事告知陛下，望陛下定要相信。叶青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刻将雁门县县令叶青押解回京，等候问斩。今日诸多战争，不过是我华夏内部之争，但500余年后，倭国对我们发动的战争，却是亡国灭种之危，其对我华夏民族所犯之罪，臣就算是写废了这双手，根本写不完。臣只能挑重点来写。558年后的9月18日，倭国发动侵华东北战争，此后数年，陆续占领中原，侵扰华北，并攻陷南京，也就是当今陛下的首都应天府，屠杀城内附属百姓30余万，至倭国最后战败，我华夏死伤军民总计3500余万，下至妇孺孕妇，上至巴士老兵，无不惨遭欺凌与迫害。臣写至此，手颤难述，此仇此恨莫不敢忘。臣所在的年代精力浩劫，已可俯瞰倭奴，但昔日血泪，臣实在不忍再见。臣已将毕生所学编纂成书，放于我书房之中，可助陛下的大明获得领先世界300年的技术。臣只希望陛下以此先进技术，坚定杀倭之决心，让后世子孙不再经受这个苦难。届时，臣一定会亲赴孝陵，跪入大殿，向陛下请罪，并道一句：臣叶青问陛下圣公安。陛下，雁门县知县叶青已押至午门，等候问斩。他可有解释什么？没有，叶大人对所犯之事供认不讳。陛下，对叶大人可还有旨意？没有旨意，即刻问斩。陛下，娘娘和太子还有徐帅、汤帅皆在御书房前候着，求见陛下。不是说了吗？谁都不见。是。谁在敲邓文谷？陛下，不好了！您快去邓文谷面前看看吧。什么？民女沈婉儿
愿随叶大人赴死。草民无用，草民周全。愿随叶大人赴死。我等愿随叶大人共上断头台。我等愿随叶大人赴死，共上断头台。我等愿随叶大人共上断头台。我愿意成为那个背着万民血书去敲响登闻谷的人。我愿意用我的血去浸染朱重八那瞎了的眼。我愿意跟着叶大人一起上刑场。若朱重八非要叶大人死，那我们都愿随叶大人共赴断头台。对，和叶大人一起去死。一起去死！一起去死！我都愿随叶大人共赴断头台。